古圣城城门口的不远处，萧炎一行人正排着队准备进城。不曾想，等终于轮到他们了，却遭到了一老熟人的刁难。此人正是与萧炎有过好几次过节的黑烟军统领灵泉。萧炎，谁许你来此处的？灵泉冷喝道。萧炎看了看灵泉那狰狞至极的脸，十分的平静，手指微曲间就将一玉帖弹向了灵泉。灵泉知道这玉帖不是那么好接的，但他着实也没把萧炎看在眼里，将一层薄薄的斗气附着在手掌上，就朝着玉帖抓去。然后新鲜的烤猪蹄儿就出炉了，一股肉眼可见的白雾自其手掌处冒出。灵泉也是个狠人，十指连心啊，明明痛得要死，却还是硬撑着接下了玉帖，查看了信息之后才咬牙切齿的讽刺，以星陨阁的实力根本就没有接受邀请的资格。萧炎却不怒反笑地回答道，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既然你不认识字的话，那便将玉帖还来吧。灵泉气炸了，当下就冷声道，想要过来拿便是。这话音刚落，刚才还在手里捏得死紧的玉帖就不见了踪迹，再定睛一看，那玉帖正乖巧地待在萧炎的手上呢。狠话还没放完，就被啪啪打脸的灵泉瞬间就涨红了脸。混账！怒极的灵泉身份也不顾了，竟一掌朝着萧炎拍去。砰的一声响起后，一人影就倒飞出去，拥抱城墙啦。好不容易将自己从人形坑洞里拔出来的灵泉懵了，他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自己是怎么被踹飞的。想当年初见萧炎之时，自己想虐就能虐死他，在叶家见面时，自己的实力尚还比萧炎高出一星，现如今他居然连萧炎的出手都看不见了。灵泉之前强撑着没来得及咽下去的鲜血当下就喷了出来。萧炎将玉帖收入纳戒后，才冲着那满脸惊骇的灵泉微笑道，灵泉统领，抱歉了，下手重了点，不过下次也麻烦你不要再做这等蠢事，毕竟像我这样手软的人可并不多。不得不说，萧炎这嘴呀，可是一如既往的毒啊，气死人不偿命的那种。黑烟小队，把他给我擒了！灵泉红着眼，面色狰狞的怒吼道。唰，门口将近100名古族战士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将手中的长枪对准了萧炎。一旁的小医仙几人见这情况，身形一动，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双方像是约好了似的，都奉行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只是这气氛嘛，却是越来越紧张了。就在场中剑拔弩张的气氛即将达到顶点之时，萧炎突然出声道，灵泉，你身为黑烟军的统领，难道只想着公报私仇？这玉帖是由古族所发，既然我们持有玉帖，那么便是古族的客人，而以你的地位，恐怕没有这等资格来擒住我吧。灵泉愣了2秒后，刚想开口狡辩，一道铁塔般的身影却是突然出现。发生什么事了？壮汉道。没事。灵泉抹去嘴角血迹，目光却是紧盯着萧炎道。壮汉皱着眉头，顺着目光看去时，周围的那些黑烟军战士中，一小领队快速上前，冲着壮汉道，见过武统领。随后简单清晰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完毕。你便是那个萧炎？武统领道。星陨阁萧炎。萧炎冲着武统领拱了拱手道。武统领还没接话，灵泉那又酸又嫉妒的声音就传来了。没错，他便是小姐嘴中的那个萧炎。现在你还想让他进去吗？这话说的，萧炎隐隐察觉到了什么，看这样子自己的名字在这古族之中已经被不少人知道了，想来多半是因为自家的小妮子。想到这里，萧炎不由得轻叹了一口气。那武统领看向萧炎的目光十分的复杂，但萧炎还是能够察觉到那一丝丝敌意的，甚至已经做好了被刁难的准备。不过那武统领沉默了一会儿后，竟转头冲着灵泉呵斥道，你还有没有脑子？他持有玉帖，那便是我古族宴请的客人，像你这般是想让别人嘲笑我古族不懂礼节不成？被凶了的灵泉顿觉自己更丢人了，但他不服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得受着。谁让对方不仅地位比他高，实力还比他强呢？冷哼一声是灵泉最后的倔强。灵泉退下后，武统领便对着萧炎抱了抱拳，沉声道，萧炎阁下请吧，请先在古圣城待几日时间，到时候自会有人接你们前往古界。萧炎点了点头，没有接话，带着小医仙等人缓步走向城市。只是在经过那武统领身边时，对方突然小声冲着萧炎道，不知能否寻一个时间与萧炎阁下切磋一下。
我是很想看看你能否真的配上小姐。果然啊，萧炎在心里暗叹了一声后，缓缓地点了点头。萧炎很清楚，以后这种切磋挑战只会更多。谁叫自家薰儿这么优秀呢？真是烦恼。又在心中为自己日后的繁忙下场哀叹了一声后，萧炎才一挥手带着众人走了。望着萧炎消失的背影，林泉目光阴冷的喃喃道：萧炎，你躲在外面倒还好，但你既然要自己自取其辱的来我古族，那便只能够怪你有眼无珠了。你这点实力在我古族年轻一辈中可没有资格逞凶。另一边，云雾缭绕的云峰之上，一道身着淡青衣裙的女子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黑影。小姐，萧炎少爷到达古圣城了。该黑影躬声道，这熟悉的画面，熟悉的场景，绝美的脸庞，除了薰儿之外还能有何人？林老，他还好吗？女孩轻柔的道，现在的萧炎少爷已不是我这老头子能看透的了。据我接到的消息，林泉在其手中一招都走不过，想来萧炎少爷的实力至少也在4星斗尊了。林老感叹道，这才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萧炎就能从一个小小的斗者成长到如此地步。小姐的眼光的确是不差啊。薰儿微微一笑，没有接话，心里却是想着，她始终都是相信萧炎哥哥的能力的，即便当年在萧炎哥哥最落魄时，她依旧坚信着。因此她同样相信萧炎有能力解决因自己前不久在古族宣布的事情所带来的麻烦。让我们把时间回到不久前的古族长老会议上，这会议讨论的就是薰儿未来的婚事，众长老都在为此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身为当事人的薰儿却是极其平静地说出了让所有长老都是脸庞抽搐的话：无论你们是反对还是支持，我喜欢他，而且你们改变不了。萧炎到达古圣城的第2天，一处酒肆内，打听到与那黑烟军有关的消息了吗？萧炎轻声道。小医仙微笑着点了点头，目光与天火尊者对视了一眼后，轻声说起了打听到的内容。黑烟军在古族的地位不低，选拔条件之苛刻，不仅要求绝对的忠心，还必须在一定年龄段达到特定的实力等级，每年的考核不达标者都会被剔除，而且军中等级森严，其内设有8大统领、4大都统，以及一位黑烟军真正的统领黑烟王。注：原书写的是2位王，但实际只出现了1个。说到这里，小医仙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萧炎后继续道，这8大统领中几乎有着大半将你视为最有威胁性的情敌，因为薰儿不久前在那长老会议上亲自承认了你们间的关系，这事儿差不多已经人尽皆知了。萧炎听到这里愣了一下后，苦笑着表示，这妮子胆子倒是不小，不过说便说了吧，此事总归是要曝光的。小医仙目光闪了闪，随后略带调侃地表示，8大统领的实力对萧炎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威胁，顶多就是日后挑战多了点儿，烦人了点儿，就像排行老7的林泉一样。不过4大都统的实力就有一定的威胁性了。萧炎思索了一会儿后，预估他们的实力可能与魂殿9天尊差不多。不过管他这些所谓的都统有多强，他与薰儿之间谁都阻拦不了。萧炎眼中正凶芒闪烁之时，酒肆下方的擂台处当的一声响起，随后就有一响亮的声音说道，下面的切磋者是黑烟军3统领杨浩以及当会的冠军萧炎。好家伙，真是喝个茶都不消停啊。被摆了一道的萧炎唾弃对方手段下作的同时，又有些许的开心，正愁找不到一个实力强点的出头鸟呢。毕竟想要避免更多的麻烦，杀鸡儆猴可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萧炎先生，久闻大名，不知道今日可否赐教？一青衣男窜上擂台，冲着萧炎所在挑衅道，此人正是杨浩。有人求着挨打，萧炎自然是不好拒绝的啦。脚步朝前一跨，瞬间就出现在了杨浩的不远处。既然3统领执意如此，在下自然不好推辞。杨浩一声大笑后，脚步猛地向前一踏，随后体内浩瀚斗气瞬间暴涌而出，其手掌猛然一握，就是一记天煞碎气爪朝着萧炎抓去。以萧炎现在的身法，看着攻击跟看慢动作没啥区别。杨浩见萧炎速度如此之快，也使出了自己的龙蛇步伐，再度朝着萧炎抓去。然而在拥有着异常庞大的灵魂力量的萧炎面前，再如何鬼魅的身法都是毫无遁形之处。
待得10几回合的凌厉交手完毕后，杨浩依旧没能对萧炎这条滑泥鳅造成半点伤害。看着萧炎那副从容的模样，杨浩那叫一个哦啊！于是决定不再留手，猛然抱腿间手指不断结印。萧炎一看这熟悉的动作，笑了，身形一闪，手指一弹，就是一股劲风轰在了杨浩的手腕处。被打断结印的杨浩体内气血一阵翻涌，这小子怎么会如此清楚地印诀的破绽？杨浩懵了。就在他愣神的一瞬间，萧炎的拳头就到了。之后的战局完全就是萧炎的个人秀场，杨浩心态崩了。最后好不容易成功结出附地印，正准备轰出去的时候，杨浩那狰狞的笑容就凝固住了，因为其脚底处的石台猛然间爆裂而开，一股炙热的岩浆火柱如同火龙一般爆冲而出，最后重重地轰击在了杨浩的双腿之间。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鸡飞蛋打了哈，反正就是杨浩飞了，那力道直接将楼阁的一根巨石柱子都撞得爆开了。短暂的寂静之后，雷鸣般的响声顿时响起。萧炎看着那浑身焦黑的杨浩，做出了他一如既往的气人操作，拱手微笑道：承让了，三统领。刚给大家表演完天女散花的杨浩一个没忍住，又给大家欣赏了一下红色喷泉。他从未败得如此狼狈过。挣扎着从碎石之中爬起来的杨浩红着眼睛顶着鸡窝头就冲着萧炎怒吼道：混账东西，我不服！随后身影化为闪电，竟再度对着台上的萧炎爆射而去。望着那仿佛失去了理智的杨浩，不少人都是微微皱眉，没风度就算了，还冲上去找死，真是个蠢货。自己冲上来的沙包，萧炎自然是没有不揍上一揍的道理。阁楼的某处偏僻角落，4个额头处都有一燃烧的火焰印记的3男1女，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闹剧。那身着红衣名为火炙的女孩突然出声道：今天这里挺热闹的，看来古族的人对于那萧炎似乎挺不待见，我倒是对他的异火挺感兴趣的。同行的3人一听这话都翻了翻白眼，其中一白衣男正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一道冰冷喝声突然响起：杨浩，你将古族的脸都丢尽了！正准备再度朝着萧炎冲去的杨浩听到这声音，身体猛地就是一震，脑子都清醒了不少。来人竟是黑烟军2统领林朽。这林朽说别人倒是说的挺溜，自己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一来就挑衅萧炎，表示萧炎既然这么喜欢切磋，那么就由自己来领教一下。萧炎很不屑地讽刺他搞车轮战。林朽嘴上说着对付萧炎还用不到车轮战，实际却坚持要同萧炎打一场。因为林朽觉得林浩给黑烟军丢的脸他必须得找回来。萧炎觉得既然这上一只鸡杀得不够震撼，那么再加上这一只似乎也不错。就在众人都以为两人定会打起来的时候，转折他就来了呀！一个被称为古训的老者人未到升仙制的怒斥道：林朽，你们胡闹！众人看清那灰衣老者时，他正瞪着眼睛怒骂林朽一行人。林朽也不敢吭声，不过他心里却是依旧不服的。等老者骂完让他们圆润的离开时，他还密语传音给萧炎：这一次算你好运，识相的便尽快离开古族，否则进入古界只会让得你自取其辱。萧炎听到这话，表面十分的平静，内心却是琢磨着下次再看见他，定要给这个聒噪的人一点苦头尝尝。林朽将杨浩拎走后，古训目光复杂的看着萧炎，轻声道：萧族的人总算是再次来我古族了。年轻人喜欢意气用事，因为小姐的缘故，你日后遇见的麻烦应该不会少，希望你得有所准备。萧炎冲着古训抱了抱拳，并未说话。古训见此情况也没有再说什么，直接离开了。萧炎从石台上跳下来，正准备回座位时，突然发现自己体内的异火在此刻剧烈的跳了跳。凭借着那微细的感应，萧炎的目光锁定在了先前那身着红衣名为火炙的女子，她便是炎族的人吗？萧炎暗道。两人目光对视间，各自的眼瞳之中都是有着火芒流转。片刻后，两人之间的空间处就猛地凭空爆炸开一团火焰，那阵仗直接就将一旁的桌椅都焚毁成了灰烬。这红裙女人体内的异火不简单呀，眼馋想要，可惜不能拿。萧炎深深地看了那红裙女子一眼。怎么回事？萧炎仙等人迅速来到萧炎身旁，低声问道。萧炎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是已经有了8分的确定，那穿着红裙的女人就是炎族的人。之后不想生事对上炎族的萧炎，领着小医仙他们就离开了酒肆。萧炎一行人离开后，白袍男就问起了火炙怎么样。
名为火炙的红袍女十分平淡的道：“很强的异火，若是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与他交手一场，看看我这异火榜上排名第8的红莲业火与他的异火究竟孰优孰劣。”白袍男听到这话，没忍住又翻了一个白眼，道：“你就只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一行4人中，一面容轻佻的男子突然出声道：“萧族当年与古族最为亲近，不过族与族之间的友谊永远都是建立在相差不多的实力基础之上。这些年若非古族有着一些长老反对的话，恐怕连留在这里的萧玄之墓都将会被他们强行破开了。毕竟斗圣巅峰强者的墓穴，没有人可以抗拒啊。”白袍男却是摇了摇头道：“那只是一些激进派罢了，也不用一棒子打翻所有人。”随后伸了一个懒腰，又笑着表示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每20年开启一次的天幕。话分两头，白袍男这边正聊着天幕，萧炎他们在赶回住处的路上又遇见了不速之客。望着那在前方的林间小道尽头立着的3道身着黑袍的身影，小医仙一行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然而这3个神经病不是来干架的，而是来放狠话装逼的。3人都是魂族的人，领头的叫魂牙，他带着马仔来堵萧炎的目的之一就是看笑话，美其名曰想来看看当年将魂族死死压住的萧族现在落魄成了什么模样。第2个目的就是放狠话给萧炎。魂牙有一种迷之自信，他觉得自己的先祖是当年重伤萧玄，并且导致萧玄最终陨落的人之一，因此他认为这一次自己将会是了结萧炎的人。完全没将萧炎放在眼里的魂牙放完狠话就径直离开了。萧炎对这样的脑残完全提不起开口的兴趣，默默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上一笔就是了。毕竟这等恶意的羞辱不能就这么算了，总能找到机会让这个嘴欠的脑残永远闭嘴。先祖萧玄之墓似乎就是个不错的葬身地。3日后，终于是到了古界开启的时间。萧炎一行人抵达古圣城的城中心处，那一片极为巨大的湖泊时，就见一道极度璀璨的光柱突然自那湖泊之底爆射而出，最后与这座城市的能量罩连接在一起。通往古界的空间之门已经开启，诸位请进吧。望着那巨大的空间之门，古训微微一笑，然后朗声道：“萧炎见已经有不少人陆陆续续的进了空间之门，也带着小医仙等人准备进去。不曾想在那空间之门周围黑烟军的将士们中，突然冲出来一条拦路狗。萧炎十分硬气的直接朝着对方撞去，2个肩膀接触的一瞬间，一股股劲力以极快的速度连续轰击在灵朽的肩膀之上。灵朽不敌，连退3步，半只脚都陷入了湖水，才彻底的稳住身形。意识到自己干不过萧炎的那一刻，这位黑烟军的2统领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萧炎瞥了他一眼后没说什么，抬脚就准备进入空间之门。就在萧炎即将跨进门的那一刹，灵朽阴冷的声音突然在萧炎耳边响起：“萧炎，我等着你像死狗一样的爬出来。”听到这话的萧炎身形一顿，随后不甚在意的淡淡一笑，头也不回的就进了古界。古界内，萧炎一行人刚从空间之门行出，就感受到了这片天地所蕴含的那种浓郁能量。随后就见一大片乌云朝着众人的方向涌来。萧炎眯着眼眸，片刻后才确定那不是乌云，而是10只能够将乌云凝出并聚在船身的战船。这等手笔，中州上可没有多少势力能够比得上，不愧是古族啊！望着那飞速而来的战船，萧炎轻叹道：“这些战船正是来迎接客人的。”战船上，萧炎闭上眼眸，仔细地感知着周围的空间波动，再次睁开双眼时，不由得感叹道：“能在空间之中穿梭，好神奇的战船。”此时，一道笑声突然从其身后传来，随后才为萧炎解答道：“这种战船是古族自远古流传而下的东西，叫做缩空舟。说起速度的话，恐怕就连斗尊巅峰的强者都是赶不上。不过可惜，这东西如今实在是太过罕见了。”萧炎偏过头，就见来人是在酒肆内见过一面的白袍男。萧炎暂时没在这个人身上感觉到什么恶意，便微微一笑，冲着白头男抱拳道：“多谢阁下告知。”“客气了，在下火炫。”白袍男也笑着道。萧炎正想告知对方自己的姓名时，就见火炫冲着萧炎摆了摆手道：“当会冠军萧炎，我知道的。”萧炎笑了笑，随后问道：“火炫兄应该是炎族的人吧？”火炫点了点头，道：“真要说起来，很久以前我们2族也是颇有渊源。不知道萧炎兄此次来古界是否也是为了天幕开启？”
天幕，萧炎愣住了，也没有人告诉我呀。火炫一看萧炎这懵逼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后就同萧炎仔细地说了说这天幕。天幕里有着不少强者的墓穴，其中就包括萧炎的先祖萧玄之墓。天幕内拥有着众多远古强者的能量印记，而这些印记化为了他们生前的模样。只要有人能够将他们击败，便是能够获取能量印记，并将之吸收，进而提升实力。可以说这些能量印记就相当于真正的高阶丹药，而且还是可以多次服用，并且不会减少太多效用的那种。除此之外，天幕之中的时间流速相当于外界更为缓慢，天幕中的5天只相当于外界的1天。不过天幕仅20年开启一次，而且每次在里面的时间顶多3年，也就是相当于外界的半年时间吧。当然，这等好地方能够有资格进入的仅仅只是远古8族的人。严格来说，萧炎也是有资格进入的。萧炎听到这里，已经是对进入天幕极度的期待了。不过他也有疑惑，萧族已经这样了，自己也能进？火炫摊了摊手，表示规矩就是如此，不论萧族如何落魄，总是曾经的8族之一。当然，总归是要遇见一些麻烦的。不过他相信，以萧炎的实力，应该能够解决。聪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无需多费口舌。萧炎明白对方的举动是在示好，郑重地冲着火炫抱了抱拳，道：“多谢火炫兄弟告知。”火炫见萧炎如此上道，便又提点了萧炎2句，让萧炎多注意一下魂族与药族的人。魂族这个死对头是没得说的，而药族那边派出来的人，因着药老以及萧炎风头正盛的缘故，定会为难1、2。毕竟派出来的可是在药族之内号称人药子的药极星，实力8品中级炼药师。火炫透露出来的情报对萧炎来说还是很及时的，他也承火炫的情。火炫离开后，萧炎就领着众人准备去战船的另一头溜达溜达。不曾想，刚走到战船的船头附近，就被一身着劲装的长发男子邀请喝茶了。长发男正是黑烟军大统领古真。萧炎本以为古真是来找场子的，不曾想古真倒是觉得让那些混小子知道天外有天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那么古真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劝退萧炎不要给薰儿拖后腿的。古族最是看重斗帝血脉，与外族人结合，大概率会导致血脉之力消失，因此古族的族规中明文规定不得与外族通婚。萧炎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他直截了当地问古真需要达到什么层次才能够让古族无视血脉。古真看了萧炎一会儿后才开口道：“斗圣。”那我会达到这个层次。萧炎很是坚定的道。古真觉得萧炎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不过看着对面那张充满着自信的脸庞，最终没有再说劝导的话，知道如果日后你领略到了进入斗圣的困难，我希望你能离开萧姐，因为那样下去对你们都不好。听到这话的萧炎笑了笑，随后开口道：“多谢提醒，我能从一介萧家废物走到今天，凭借的是未曾放弃。面对魂族，我丝毫不惧，古族也同样如此。”古真正在心里吐槽，真正能够做到未曾放弃的人可并不多的时候，战船突然剧烈地颤了颤。萧炎在同一时间似有所感地转头，盯着远处那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与那山峰之上宛若女神般的高贵倩影对视的一瞬间，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与思念自萧炎的心脏处迸发。谁也不能够阻拦我与薰儿在一起，即便是古族也不行。战船停靠好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道踏云而来的青色倩影身上，而那青衣女孩只为一人而来。萧炎哥哥，这熟悉的称呼在耳边响起时，萧炎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处受到了重击，他想将面前的人儿狠狠地拥进怀中。最终萧炎伸出手来，在周围的那些黑烟军战士目瞪口呆的目光中，轻轻地揉了揉薰儿的脑袋，轻笑道：“小妮子越来越漂亮了。”小医仙与古真望着前方那绽放出温馨笑容的男女，都觉得内心一阵苦涩。前方那蜜糖般的2人丝毫没将背景墙们的情绪看法放在心上，略作叙旧后，薰儿便冲着萧炎笑道：“萧炎哥哥，陪薰儿一起走。”随后也不等萧炎答话，便飞身对着山脉之内掠去。萧炎知道薰儿露面来亲自接他，便是在向古族的一些人表明他的决心。薰儿一个女儿家都是如此，自己自然是不会胆怯。轻吸了一口气，萧炎一挥手就领着小医仙等人朝着前方先走一步的倩影追去。
不曾想，萧炎刚跃出战船，就有着几乎不下10道极其强悍的目光自他身上扫过。这些目光之中蕴含着一种极强的威压，仿佛连同周遭的空间都是要在此刻凝固一般。面对这样的下马威，萧炎自然是不可能怂的。砰的一声响后，恐怖的火浪以萧炎为中心，轰隆隆地扩散而开。光凭目光之中所蕴含的威压，便想压制他萧炎，还真是天方夜谭之事。放肆！几位长老，你们可还知礼仪？一见面便是对古族客人出手，可是想让别人以为我古族都是蛮夷之人不成？火浪暴涌间，薰儿一个闪身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旁。小姐此话严重了，多年未曾看见萧族之人，如今见面一时兴起，想要出手试探一下而已。薰儿冷喝声刚刚落下，一道苍老的身影便是缓缓地浮现在天空之上。8星斗尊吗？萧炎目光盯着这现身的灰袍老者，他知道这便是刚才对自己出手的人之一。此时山脉深处，一道淡淡的声音突然传来：古千长老，今日是我古族迎客之时，你这般作为可是有些过分了，退下去吧，下不为例。古千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不过那位的话还是要听的。冲着山脉深处恭敬地拱了拱手，古千答道：是。随后又对着薰儿行了一礼后，才用眼尾扫了萧炎一眼，转身便是掠进了那山脉深处。萧炎哥哥，没事吧？薰儿轻声道：没事儿。萧炎笑着摇了摇头。萧炎哥哥，你现在应该知道为何薰儿总是拖延你来古族的时间了吧？薰儿轻叹道。萧炎自然是知道薰儿是不想自己被人嘲笑，才3番4次让自己提高实力才来寻他。这些事儿总归不能让你一个人来背负，你一个人帮我顶了这么多年，也该换我来了。萧炎冲着薰儿微笑道。薰儿微微一怔，旋即一种名为幸福的感觉盘上心头。另一边，距离萧炎他们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之上，一位银袍男冲着一个有着一头黑白发丝的男子调侃道：古瑶，看来薰儿与他的感情真的很不错啊，你还是不打算放弃？他不是古族的人，所以不能跟薰儿在一起，我会亲自提醒他。黑白发色的男子平静地回答道。如果他执意不离开呢？银袍男笑道。但名为古妖的男子眼眸轻抬，喃喃道：那便杀了吧。话音刚落，这边的薰儿似乎察觉到了来自古妖的杀意。古妖，你若是敢乱来，我定然不会放过你。薰儿在心里暗道，随后压抑下心中的波动，冲着萧炎道：走吧，萧炎哥哥。萧炎顿了顿，旋即冲着薰儿一笑道：走吧。在薰儿的带领下，萧炎一行人并未去古族的专门接待处，而是在山脉深处的一处竹房前停了下来。此刻的竹房前面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萧炎怔了怔，旋即笑着拱了拱手道：凌老。竹屋的客厅内，上线的工具人老林十分尽责地跟萧炎叙述了薰儿为了跟萧炎在一起顶起了多大的压力。萧炎听后十分的感动，牵起薰儿的玉手，轻声道：这些年辛苦你了，以后这些便由我来承担吧。你在族中的那些压力我会解决的。听到这话的薰儿不由得红了脸，这么多年的努力坚持终于是有了回馈，他所求的其实并不多。心中甜蜜了一会儿后，薰儿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明天便是古族的成人礼开始之时，萧炎一定会参加成人礼，而古族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凡是参加成人礼的族人可以任由挑选人选择切磋比试。这就意味着萧炎明天一定会有一场战斗，古族的4大都统实力都是在8星斗尊以上，而这4人之中最有可能对萧炎出手的便是那号称修罗都统的古妖。古妖天赋非凡，所拥有的斗帝血脉也是极浓，古族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薰儿能够与他在一起，甚至早在半年前，古妖就主动向长老院提起过，不过当时薰儿以萧炎为由给拒绝了。成人仪式上对萧炎动手这个绝佳的机会，想来古妖是不会放过的，毕竟一旦萧炎被击败，薰儿就将会是他的。同理，对萧炎来说，这次战斗也将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一旦古妖战败，自己与薰儿之间的事儿，那些反对的古族长老就再也无话可说，因此此战输不得。当天夜里，一玲珑有致的白衣倩影优雅而立，正望着远处那灯火通明的殿宇出神。一道轻柔的声音突然响起：你还不休息？闻言，小医仙偏头冲着从林间走来的薰儿微笑道：这里便是古族吗？其实与外界也没什么区别呢。
薰儿没有立即答话，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道：在这里所需要承受的压力却远比外界更强。古族依靠血脉强盛，但也因为血脉而悲凉。每隔几年都会有无数移民带着他们的子孙后辈来到这里，盼望着他们之中能够出现血脉强横之人。有时会有惊喜，但更多的却是无穷的失望。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发现子孙血脉废弃的人受不了打击而当场自刎。既然强盛，自然会有所代价。小医仙垂眸轻声道。薰儿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轻叹了一口气后，不欲再谈这个沉重的话题，便冲着小医仙道：这些年都谢你了。小医仙明白薰儿说的是什么，对于这个已经知道自己内心的女孩，小医仙没有过多的掩饰，直接道：习惯了，能在她身边帮一下她，我感觉挺好的。小医仙洒脱一笑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冲着薰儿道：你可别自作主张的去胡乱说什么，我喜欢这种感觉，并不想改变什么，但是你不说，他会一直迟钝下去。薰儿笑道。对此小医仙不置可否。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吧。片刻后，小医仙出声道：你指的是什么？薰儿美眸轻抬道。小医仙迟疑了一下，并未开口说话。薰儿却是突然出声道：你是指美杜莎，或者说彩铃呢？你果然还是知道，为何在他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小医仙叹了一声后道：知道又如何？难道我还能在他面前大发雷霆，然后让他将彩铃杀了？薰儿小嘴微抿，随后又喃喃道：其实这种事我也头疼，别人倒是希望我因此而离开，甚至仇恨他，但我自己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还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干什么？话到此处，薰儿看向小医仙道：这种事我可是等着他主动与我说呢，到时候我才能故作狠心地教训他一顿，让得他明白花心的男人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小医仙望着薰儿脸颊上的那一抹细细的芬芬，目光闪了闪，不知道在想什么。薰儿以极快的速度平复好心情后，就对着小医仙道：好了，不多说此事了，明日便是古族成人仪式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希望以后你能一直陪在他身旁。听到这话的小医仙黛眉一挑道：那你呢？薰儿细长的睫毛抖了抖，并未答话，只挥了挥玉手就转身离开了。第二天，萧炎刚打开房间门，就见薰儿等人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萧炎哥哥，休息好了。薰儿微笑着迎了上来，随后替萧炎将衣衫上的褶皱轻轻抚平。这般温柔如同乖巧的小媳妇儿一般的模样，若是被其他的古族族人看见的话，恐怕不仅会得红眼病，还会碎一地的芳心。萧炎感受着那玉手在胸前拂过留下的温热，觉得心里直痒痒，迅速清理掉脑子里的黄色废料。萧炎正色道：成人仪式快要开始了吧？我们也动身吧。薰儿微微一笑，随后一手一招，就唤出一只通体雪白、体型壮硕的双翼独角兽。萧炎一行人乘坐独角兽抵达广场时，就受到了万众瞩目。薰儿领着众人径直对着广场中心的席位走去，结果在即将靠近中心片区时，跟在薰儿身后的萧炎一行人就被2名身着金色战甲的战士用长枪给拦了下来。薰儿听到长枪交击的刺耳声响起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转身就冲着那2个战士怒喝道：让开！卑微打工仔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道淡笑声徐徐传来：小姐，你不用为难他们，这片区域乃是特殊地带，非本族以及本族特邀之人是不能够进入此处的，还望见谅。薰儿与萧炎都还没答话呢，又有另一道声音传来道：小姐，家兄说的不错，虽说萧炎是你好友，但却并未达到要求，所以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儿被人3番4次的给脸色。薰儿怒了，只是薰儿美眸中的金色火焰即将跳出的那一刻，一道让得萧炎略微有些耳熟的怒骂声却突然的在天空响起：古谦、古虚，你们2个不要脸的老家伙，有没有搞错？你们欺负人，老夫也懒得管，可你们如今竟然直接欺负到我迦南学院的头上来了，真当老夫是泥巴捏的不成？突然被护犊子的萧炎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那古谦2人却是脸色巨变。王天尺，
惊呼之声自两人嘴中传出时，一道苍老的身影自扭曲的空间之中浮现，旋即就是两道蕴含着强烈雷芒的浩瀚斗气劈链，直接朝着古千二人爆射而去。芒天尺，敢欺负我的崽，给你脸了，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古千与古虚二人看这来人竟然说动手就动手，那叫一个又惊又怒，连忙暴退。只是这攻击哪里是那么好躲的？然而就在那劈链即将轰击到古千二人的身体上时，一道无形的劲气却是突然爆开，刚好将这两道雷芒尽数接下。萧炎看清自天空上降落而下的苍老身影，竟是那日在雷池遇见的坑货老头时，愣住了。怎么是你？萧炎惊讶道。你个头啊，有没有礼貌，叫院长？那芒姓老者听得萧炎这惊呼声，一吹胡子就斥道：院长？萧炎茫然了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是迦南学院内院的院长。废话，除了老夫叫芒天尺外，还有其他人敢这么叫吗？那老者胡子翘了翘，旋即笑嘻嘻地打量着萧炎，然后伸出手来在萧炎身上捏了捏，才道：不错不错，苏谦那家伙这次没诓我，总算是教了一个看得过去的学生出来。萧炎嘴角抽了抽，多少有点难以接受这个坑货老头就是迦南学院那最为神秘的内院院长。上次见面竟然没认出你来，回去后想了好半天才记起，原来你就是苏谦那家伙不断跟我传信所说的萧炎。芒天尺拍了拍萧炎的肩膀，一副义气干云的模样，随后又道：你放心，以后有事儿老夫罩着你。看了看这活像是土匪窝里闯出来的老坑货，萧炎苦笑。薰儿却是在回神后微笑着冲着老者道：多谢芒老先生了。小事。芒天尺很是随意地摆了摆手，随后目光在薰儿与萧炎身上溜达了一圈，十分不正经地怪笑道：我就说他们怎会为难你一个晚生后辈，原来你是将古族最了不得的花儿给拱了。听到这话的萧炎瞬间就黑了脸，一旁薰儿的脸却是爆红。那先前被雷芒震退的古千二人一回来就听到这让人愤怒的发言，顿时就出声怒道：芒老先生，这里可不是雷族。芒天尺眼角都懒得给这两人一个，抬头紧盯着某处空间道：山老怪，你也少偏袒这两个老家伙，以你的身份指使人对一个晚辈发难，可是显得度量太小了。某山老怪轻叹了一声后才开口道：古千、古虚，退下吧。随后也不再掩藏身形，先是对着薰儿微微拱手后，转而望向芒天尺，有些无奈的道：既然你这老家伙要出头，那这次便给你一个面子吧。语罢，这位白发黑袍的老者便是一挥衣袖，直接对着中心处的席位走去。从始至终他都未曾看过萧炎一眼，切，还跟老夫耍酷。望着那白发老者的背影，芒天尺嘴巴一撇，随后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你这小子也算胆子大的，明知道古族会有人针对你，居然还敢来这里。不过放心，苏谦有几次传信给我，都嘱托我若是遇见你的话，好好照料你。在这里，古族的那些老家伙也都会卖我一个面子，但你应该明白，真正想要这些眼高于顶的老家伙刮目相看，还是得依靠你自己。从芒天尺话语中听出一份关切的萧炎，恭敬地抱了抱拳，十分诚心的道：多谢院长提点，那就走吧。看着这实力不错、心性也不错的年轻小伙儿，芒天尺笑了笑，然后转身也对着一处席位行去。等萧炎一行人终于在席位上坐定之时，薰儿才低声同萧炎说道：先前的那老家伙叫做古山，是古族之中资历颇老的长老，实力不弱，且在古族中有着一些影响力，是坚决反对我们的人之一。萧炎默默点头表示明白，随后目光扫过全场，就看见了不少的熟脸，当然敌人的脸最多啦。在同对他释放友善信号的火炫回了一礼后，萧炎就欲收回目光，不曾想在同一时间，萧炎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杀意，目光极快地锁定某一处地方，就见一头发呈黑白双色的男子正盘腿坐在角落，那股针对自己的凌厉杀意正是从那里传来的。而这股杀意与他昨日所察觉到的一模一样，想来他就是薰儿所说的那位修罗毒统古妖。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后，骤然捏紧了沙包大的拳头，
此人的确是个劲敌。萧炎的眼中正掠过些许凝重的时候，薰儿也在此时出声提醒萧炎一定要小心他。之后薰儿又故意说道，担心到时候天幕开启之时会有长老从中作梗，不让萧炎进去。一旁的芒天尺自然是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吐槽薰儿这个小妮子竟还想在自己面前耍心眼后，芒天尺又翻了翻白眼，之后才开口表示自己到时候会帮萧炎说说好话的。不过萧炎想要进入天幕，有一关却是必须得度过。芒天尺偏头看了萧炎一眼，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古妖所在，低声道，只要你能在这家伙手中坚持100个回合而不败，便是能够堵住一些老家伙的嘴，进入天幕也就会容易许多。100回合，听到这话的萧炎微微一怔，这可不是他所需要的结果啊。咚，一道古老的钟鸣声响起，旋即一道平淡的声音突然自虚无空间传递而出，时辰到了，仪式开始吧。感受着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威压，萧炎是既震撼又激动的。斗圣，真正的斗圣。成人仪式正式开始之时，3名衣冠很是严谨的古族长老就进入了广场中央。整个仪式是先通过一个将近丈许的小星盘来判定血脉等级，然后由长老院商议讨论，决定授予什么样的族纹。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古族的血脉等级分为10品，1品最低，10品最高，只有血脉等级达到4品以上的人方才有资格参加成人仪式，而血脉等级越高的人就意味着拥有进入斗圣的潜力越大。而这族纹是古族自远古传承下来的，具有在危机关头使古族人体内的血脉之力暂时暴涨的能力。族纹分为4个等级，银、金、紫金以及七彩金。灵泉是第一个被赋予族纹的，因其1星斗尊的实力以及6品血脉的等级，被赋予第3等的金色族纹。萧炎很好奇薰儿大概是什么层次的，便出声问道，薰儿的血脉可是达到了第10品，能得到一个七彩金的族纹吗？薰儿表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测过了。再说第10品血脉又号称神品血脉，古族几乎是已经1000年未曾出现过了，自己怕是达不到那种程度。至于七彩金的族纹，也是许久未曾有人达到那种要求了。萧炎琢磨着自家小妮子是不是背着他吃了许多的谦虚糖的时候，灵秀作为第2个被赋予族纹的人登场了。最终这个黑烟军3统领以5星斗尊的实力以及6品血脉等级被赋予了金色族纹。不过虽同为金色族纹，灵秀额头上的金色却是明显要比灵泉的要璀璨一些，大抵是实力差距的缘故吧。自灵秀之后，陆陆续续的有着一些实力不错的古族年轻强者上场，不过可惜再没有人的血脉等级超过6品。直到身为黑烟军大统领的古真上场，古真7品血脉等级，因其7星斗尊的实力以及非凡的战功，被授予紫金族纹。紫金龙笔被请出的那一刻，场中立即是响起了道道的惊呼之声。其实按照血脉等级，古真是达不到紫金族纹的地步的。长老院是考虑到古真那在黑烟军中直逼4大都统的极高声望，才有所破例的。结束仪式的古真回到自己的席位后，便冲着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萧炎挂起营业级的微笑，正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却是猛地察觉到这片天地的温度突然间变得冰冷了下来。到他了吗？萧炎看着那缓步走向场中的修罗都统，思索着后者到底达到了哪一种地步。古妖不同于先前的灵泉、古真等人一般单膝跪地，他将身子挺得笔直。那3位长老并未露出不高兴的表情，毕竟强者为尊嘛。古妖不愧是4大都统之一，不仅实力达到了8星斗尊，其血脉之力也达到了8品。场中的那3位长老一看这结果，高兴坏了，当下就宣布予以古妖紫金族纹。当那个比古真的紫金族纹还要深邃数倍的族纹出现在古妖额头上时，古妖终于要开始作妖了。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古妖淡淡的道：“3位长老，不知道在这成人仪式上，我是否拥有可以随意向人挑战的资格？”听到这话的萧炎乐了，那3位长老自然是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犹豫了一下后，还是点了点头道：“按照规矩，在你的成人仪式上，你可以挑战任何本族的人，但若对方并非本族的人，则需要对方的同意方才能够与人交手。”
得到想要的答案，古瑶很是满意，转身便将目光锁定在了萧炎身上，道：你应该知道我是冲你来的，今天我将给予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至于你是否具备这种勇气，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希望你若是拒绝的话，便在今日之内自己离开古界。此话一出，所有看好戏的眼光都集中在了萧炎身上，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挑战一般是由下挑战上的。薰儿怒了，玉手捏得死紧，站起来就冲着古瑶怒斥道：古妖，他是客，你这般要求可是太过分了。古妖眼眸深邃地看了看这个本应该是自己的妻子，却站在别的男人身旁，并为其怒斥自己的女孩，只觉得心都碎了。但古瑶依旧很坚定地说道：规矩如此，正因为他是客，我才给予了他挑战我的资格。这份资格他可以拒绝，只要他说一个不字，这场比试便可略过。古妖的这一系列操作不得不说是非常的优秀啊。萧炎选择不战，那就是缩头乌龟，不仅丢自己的脸，也丢薰儿的脸。星陨阁就更不用说了，萧炎选择战吧，也就相当于默认了自己是由弱势方向强者挑战。只是古瑶不知道的是，萧炎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的明确，那就是薰儿只能是他的。再说了，以弱胜强的大戏不好看吗？只见萧炎缓缓起身，就冲着古瑶笑道：既然古瑶都统咄咄逼人，那么这场比试萧炎带萧族接下了。萧炎转头看到眉头微皱的小医仙，萧炎冲着他笑了笑道：有些事是退避不了的。随后又偏头看了看紧咬着红唇脸色冰寒的薰儿，安慰道：古族尚武，这场战斗是早晚的事，唯有如此方才能够挡住一些人的嘴。这些道理薰儿都是明白的，可是想起萧炎为了他这几日在古族受尽了嘲讽，如今更是内心就忍不住的怒火升腾。先前一直没怎么开口说话的芒天池见萧炎真的有胆识上去一战，十分的欣慰，摸了摸胡须，便冲着萧炎笑道：尽量多小心一些，有情况老夫会出手相助，毕竟你也算老夫的半个弟子，老夫绝对不会眼看着你栽在这古界之中的。对于院长这兜底保证，萧炎呵呵一笑，道了一声那便多谢院长了，就脚尖轻点地面，飞身掠进了场中，在古妖的对面站定。你能应下，我很意外。古妖道。萧炎看了看古妖，没有答话。古妖自顾自地又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寻上你。我知道，但是没用。萧炎抬眸盯着古妖，缓缓道。古妖微微点头，表示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随后轻声道：既然如此，那便只能将你杀了。最后一个字音一落下，说动手就动手的古妖就不见了踪迹。古妖身形消失的那一刹，萧炎的脸庞就彻底的被凝重所取代。他明白此次的对手几乎是比魂殿的9天尊更强，稍有怠慢便是最凄惨的结局。但是我从加玛帝国走出10年时间，闯荡大陆，御敌无数，生死之间徘徊了不知道多少回，我所付出的远比你这种天才多出无数倍。斗帝血脉我不稀罕，但想要杀我，你也得要有付出血般代价的准备。萧炎一边将体内斗气毫无保留地释放，一边将那充斥着无穷坚毅的冷喝之声爆喝而出。几乎是萧炎喝声落下的一瞬间，萧炎的右拳就带着强悍的劲气狠狠地轰向面前的那片虚无空间。然而就在其即将轰中之时，一道修长的手掌却是突然自虚无空间中探出，然后快若闪电般地拍在萧炎的右拳之上。两者相触的一瞬间，一道道裂缝就自两人脚下飞速地蔓延而出，强悍的劲气席卷开来，直接就将场中的一些碎石震成了烟粉。场中的3位古族长老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结印将这片广场隔离了起来。二人的初次交手以萧炎略吃小亏告终，以5星斗尊的实力与8星层次的古妖对抗，还是有些吃力呀。萧炎看了看右拳上新鲜出炉的5道爪痕，暗自感叹道：古妖并不想给萧炎留下丝毫的喘息机会，开山印、翻海印轮番上阵。萧炎也不再藏拙，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天火3玄变的3变后，先是一记6合游身尺，再是一记焰分噬浪尺，接连应对。古妖讽刺萧炎使出的这等威力的斗技不过是雕虫小技，看着声势浩大，实则威力不足，又有何用？
旋即就是一记玄冰手臂猛然轰出，准备破掉萧炎的火焰劈链。不曾想火焰劈链被轰裂之时，一枚急速旋转的3色火镰便冲着古妖的面门爆射而来。就在古妖从这火镰之中察觉到那一丝细微的毁灭气息时，3色火镰就在萧炎的控制下爆开了。可怕的火焰风暴肆虐之后，广场的地面直接出现了一个100丈庞大的巨坑。场外的众人都在感叹于萧炎的狡猾之时，场内的萧炎却是很明白，3色火镰虽强，但古妖也不是吃素的。砰的一声响后，一携带着极寒气息的人影自火焰之中走出。在那滔天的斗气咆哮天际之时，一道冰冷彻骨的喝声也是随之在天地间炸响开来。你经历诸多苦难，那又怎么样？我身负斗帝血脉，所修尽是古族真传，等级更是远胜于你，而你一个衰败的萧族之子，有何资格与我争斗？这冷喝声落下之时，那席卷天地的火焰风暴在砰的一声中直接被清场。身着厚实的玄冰铠甲彻底出现在众人视野的那一刻，古妖脚踏虚空，手掌一挥，一柄通体晶莹的长枪就自其手中显现。长枪如同玄冰所铸，寒光流溢。古妖一记万兽枪法就朝着萧炎攻去，那强烈的杀伐之意化为凌厉的劲风，无孔不入地对着萧炎的周身要害招呼过去。萧炎手中重尺急速挥舞，将绝大部分的劲风都硬生生地接了下来。但伴随着枪尺的每一次接触，萧炎双脚所立之处便是会崩裂出道足有将近半米深的痕迹，甚至连其脚掌都是逐渐的陷入了地底。萧炎这固若金汤般的防御让古妖很是不耐，他就不信打不破这龟壳。手中枪法猛然一变，就见那冰晶长枪之上一只凶兽幻影陡然出现。感受着那攻击角度极度刁钻的凶兽幻影，萧炎极其冷静地利用灵魂之力看破了那隐藏在凶兽幻影之中的真正杀招，并做出了防御。场外不明所以的人看到萧炎将重尺劈向完全空荡之处时，都以为萧炎是被吓破了胆，慌了呀。直到叮的一声响起，火光四溅，萧炎真的将那直指喉咙的杀招挡住。古妖见杀招被挡，有所诧异，旋即一声冷哼，手掌狠狠地拍在长枪之上，冰晶长枪便是如同陀螺一般的猛然间高速旋转而起，直接就将萧炎手中的重尺给挑飞了。看着是萧炎又落了下乘，但了解萧炎的人都知道，离开重尺的萧炎才是最强状态。面对古妖冲着胸膛来的9阴白骨爪，萧炎其实是有能力躲开的，但是他想试一试自己的新装备。于是当古妖凌厉爪风落在萧炎胸膛上时，萧炎的衣衫就离他而去啦。然后众多清脆的金铁之声随之响起，此刻萧炎的身体之上已经被一种紫金色的鳞片所充斥，古妖的攻击则是被这些鳞甲给尽数抵挡了下来。场中识货一点的强者都看出来了，这是太虚古龙一族的龙鳞一。只是这龙鳞一什么时候强到这种地步了，竟然可以硬扛8星斗尊的攻击？除了场中的几个老怪物，怕是没人能够知道萧炎所施展的龙鳞一乃是太虚古龙之中防御最为强悍的古黄龙甲。此时的萧炎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轻松，龙皇骨甲虽抵御了大部分攻击，但那透入体内的劲气却是依旧让得他气血翻涌。喉间传出一道闷响的同时，萧炎终于是等到了合适的攻击节点，一旦发起攻击就总有力竭的时候，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萧炎等的就是这一瞬。趁着古妖还身在半空，萧炎脚掌猛地一跺地面，就放出了他最适合突袭的招式大地钢炎。只见古妖身下的那一块地面猛然喷出一道足有10丈庞大的炽热岩浆，旋即快若闪电般的轰击在古妖的身体之上，古妖直接就飞上天了。还没反应过来稳住身形呢，萧炎的下一道火焰喷泉就到了。连续2次之后，古妖怒了，当然也是有着一些羞愤在的。只见受不了的古妖一声冷喝，随后双掌猛地对着下方一按，一道庞大的寒冰劲气陡然涌现，旋即以一种泰山压顶之势猛轰而下，那些个岩浆柱直接就爆开了。战斗到了这种时候，双方的斗气都消耗了不少，为了保持状态，萧炎直接运转起了天阶功法，强行吸纳周身能量。古妖见此情况就是一声冷笑道，还真以为就你拥有天阶功法不成？
看我的古圣宝剑吞天纳地！场外林朽等人见到萧炎竟然将古妖逼得连那古圣宝剑都使了出来，眼中透露着难以置信。场中古妖身悬高空，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萧炎，冷喝道：萧炎，接下来便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古族天阶斗技。听到这话的萧炎没有答话，而是加快了手中的动作。只见萧炎手印一变，滔天的异火就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旋即4种异火分化而开，急速凝聚，隐隐间有着兽形之状。见到这一幕的天火尊者怎么认不出这是他传授给萧炎的5轮离火法？要知道，即便是巅峰时期的天火尊者，也未曾真正的将这5轮离火法的威力彻底展开，只因其对异火的要求实在太过苛刻。但是今日这足以与天阶斗技媲美的异火大阵，终于是要彻底爆发出属于他的光彩了。天阶对上天阶，将会迸发出怎样的精彩呢？当萧炎的4种异火悬浮天际之时，恐怖的高温瞬间在这片天地升腾。在场的人中，各种情绪的人都有，有因被偷家感到错愕的芒天尺，这是被封印在内院天坟炼机塔底下的陨落心炎，有好奇萧炎到底怎么做到的炎族轻飘男。4种异火共存于一人体内，这小子不怕这些异火相互冲突，最后爆发吗？有震惊于萧炎怎么搞到这么多异火的，也有想要得到萧炎的异火以及修炼功法的，比如某个额头上有着药壶图文的药族男子。古妖也是没想到萧炎竟然有这样的底牌。不过如果这便是萧炎的全部倚仗的话，那萧炎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古妖双手结印间，这片天际呼啸的狂风突然犹如在此刻戛然而止了一般，下一瞬，一股滔天的寂灭气息缓缓地自古妖体内弥漫而出。这是大寂灭术。薰儿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美眸之中也是掠过一抹凝重。他没想到这古妖为了取胜，竟然连这等斗技都施展了出来。一旁的芒天尺见此情况，皱了皱眉，感叹道：萧炎能逼得古妖施展天地斗技，其实已算是赢了。即便此刻他退下来，古族中人也没有理由再说什么。薰儿却是轻轻摇了摇头，目光紧盯着萧炎道：没有用的，萧炎不会退的，即便是最后拼得2败俱伤，他也绝不会后退半步的。芒天尺沉默了一会儿后没有说话，不知道是不是在感慨萧炎宁折不弯的狠劲儿，叹了一口气后才道：放心，真要到了那种关头，我会出手的。不得不说，薰儿是懂萧炎的。此时场中的萧炎根本就没想过后退半步，即便是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场中那微闭眼眸，甚至连自身生机都是悄然消失的古妖正在酝酿的致命杀招有多么恐怖的气息。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手掌一招，一枚赤红的珠体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正是当初在叶家所得来的阳火，此时用来充当最后一种火焰是再合适不过了。随着狼灵、豹灵、狮灵、虎灵、蛟灵的成功凝聚，5轮离火法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以天阶斗技的实力现世。当一条形体足有一座山峰大小的蛟龙火灵最终出现在天空之上时，5轮离火阵成。同一时间，距离广场稍近的树木直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最终爆裂成一团灰烬。而处于正眼位置的萧炎在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后，又是手印一变，最终一声厉喝：5轮离火盘。喝声落下之时，周遭的5头巨大火灵各自仰天长啸，旋即陡然间高速旋转而起，这直接导致萧炎所处的这片空间崩裂而开。火灵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居然是化为了一道200丈庞大的5色火盘，悬浮在萧炎头顶。那恐怖的阵仗，即便是古谦、古虚这等古族老者脸色都是一变。另一边望着那几乎笼罩了半边天际的5色火盘，天火尊者眼中的火热也是越来越炽烈。天空上，萧炎右手高举，隔空顶着那巨大的5色火盘，一声大喝：古妖，接我一招试试！随后手臂猛然一甩，那5色披萨就冲着古妖爆射而去。古妖是懂人情世故的，既然你请我吃5色披萨，那我就大气的将大忌灭指送给你吧。只见一只足有100丈庞大的通体漆黑的手指破云而出，然后迅速的从天空落下，
一指便是对着那巨大的五色火盘重重按下。此时的古妖忍不住地放声冷笑：萧炎，只有你死了，薰儿才会彻底的收心，所以死吧。目光森然地盯着远处那道上身赤裸、身体上布满着诸多血痕的萧炎，古妖心头杀意暴涌。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漆黑的巨大手指终于是暴掠而至，然后重重地与那庞大的五色火盘撞击在了一起。那恐怖的撞击力度就如同陨石相撞般，巨大声响之后，大地颤动，烟尘肆虐。场中那由特殊材质制成的地面早已被深坑所替代，那由3位古族长老凝成的斗气光罩也摇摇欲坠。好在那位名为古山的白发老者及时发现了3人的窘迫，命古谦、古虚前去帮忙了。萧炎2人的杀招对抗持续消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萧炎的五色披萨还是先撑不住了。眼看着五色火盘上的裂痕越来越多，小医仙等人此刻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斗气在体内也迅速地运转了起来，随时准备着及时救援。薰儿也是玉手紧握，美眸之中的金色火焰疯狂涌动。芒天池也在此刻缓缓地站起身来，他绝对不允许萧炎就这么命丧古妖之手。然而就在芒天池打算动手之时，一旁的青灵却是突然低声道：萧炎少爷体内的斗气在急速消失。什么？怎么回事？萧炎拥有着天阶功法，体内斗气相当充盈，这5轮离火法虽说需要不菲的斗气，但还并不会让萧炎达到虚弱的地步呀。就在芒天池等人茫然期间，天空上的那巨大五色火盘终于是不堪重负的彻底崩溃了。认为萧炎马上就要死了的古妖脸上的狂喜都快压抑不住了。然而下一秒，萧炎的动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只见他突然在爆裂的离火盘里抓住了一团东西，随后脚掌一跺虚空，径直冲着那巨大的黑色手指迎了上去。萧炎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当然不，他是嫌对手死得不够快。只见萧炎掌心处赫然出现一枚仅有巴掌大小的4色火莲。萧炎托举着火莲对上那巨大黑纸时，那黑纸甚至没能撑过1秒，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化为了漫天的黑色光点。虽然震碎黑纸的恐怖劲力也将萧炎的虎口震得崩裂，甚至其身体之上也被凌厉的劲风割出道道血痕，让萧炎看上去活像一个血人儿。但此刻的萧炎十分的快活，古妖想取我性命，你算什么东西？伴随着一声大笑，萧炎瞬间化为一道血芒，以一种悍不畏死的声势划过天际，直接对着那怀疑人生的古妖暴掠而去。这2级反转的骚操作直接就将在场的众人整懵逼了，古族的人甚至没能想起来去救援一下古妖。古妖眼睁睁地看着那绚丽的火芒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清晰地感受到了死神在冲着自己招手。然而就在萧炎手中的火莲即将碰到古妖的身体时，一道无奈的轻叹却是在这片天地突然响起：萧炎，手下留情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萧炎以及其手中的火莲都定住了，就连原本极度狂暴的火莲能量也是在此刻变得温顺了下来。只见一白袍白须白眉的老头出现在萧炎面前时，古族的那些长老们都是急忙弯身行礼，躬身道：通玄长老。旁边被迫受了一礼的萧炎，通玄长老微微点头，旋即将目光转向萧炎，然后就将萧炎的火莲接过并散去了，之后才给萧炎这个造雷凶手解除禁锢，接着就是手指一弹，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萧炎身体表面的那些伤痕飞快的就消失了。这打一巴掌再给糖的操作，萧炎其实是不太高兴的，但台阶都放脚下了，再不下去就不礼貌了。多谢长老。只见萧炎对着通玄长老拱了拱手就道。通玄对萧炎识时务的行为很是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后，转眸就冲着古瑶道：古瑶，这场比试你已经输了。古瑶很清楚，若非通玄长老在最后时刻出手的话，现在的他已经是化为烟粉翱翔天际了。但向来心高气傲的他，哪里能接受自己竟然打不过萧家废物的事实？通玄长老见古瑶久久没有接话，生气了，便有些严厉地开口道：胜便是胜，败便是败，若你连承认失败的勇气都不曾具备，还有何资格成为黑烟军都统，又有何资格成为黑烟王？听到这话的古妖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
片刻后，终于是深吸了一口气，目光转向萧炎，极为不甘的道：“我输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